免费？免费的东西才是最贵的。周明瑞无声嘀咕，打算等下不管有什么附加服务都坚定拒绝。有本事你就占卜出我是穿越的。想到这里，周明瑞跟在脸涂红黄油彩的女子身后，弯腰进了那低矮的帐篷。帐篷内非常黑暗，只得少许光线渗入，隐约照出一张摆满纸牌的桌子。头戴尖帽女子一点不受影响，黑色长裙飘荡在水上般绕过桌子，坐到对面，点燃了蜡烛。昏黄摇曳，帐篷内似明似暗，瞬间多了几分神秘的感觉。周明瑞不动声色地坐下，目光扫过桌上的塔罗牌，发现有自己熟悉的魔术师、皇帝、倒吊人和节制等主牌。罗塞尔同志难道真是前辈？不知道是不是我大吃货帝国的老乡啊？周明瑞嘴角微动，一阵恍惚。他还没来得及看完桌上翻开的纸牌，号称占卜很灵的女子已伸手将所有的塔罗拢在一起，叠成一堆，推到了他的面前。你来洗牌切牌。这位马戏团的占卜师低哑说道。好，我来写。周明瑞下意识反问，占卜师脸上红黄油彩蠕动，露出浅淡的笑容道：当然，每个人的命运只有自己才能占卜，我只是一个解读者。周明瑞当即警惕反问：解读不额外收费吧？作为键盘民俗学家，类似的伎俩我可见得多了。占卜师明显愣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才闷闷道：免费的。周明瑞放下心来，将左轮手枪往口袋里又塞了一点，接着坦然伸出双掌，熟练的洗牌切牌。好了。他将洗好的塔罗牌放在了桌子中央，占卜师双手交握，认真看了一会儿纸牌，忽然开口道：不好意思，我忘了问了，你要占卜什么？当年追未遂初恋的时候，周明瑞也是研究过塔罗牌的，毫不犹豫道：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这是塔罗牌里一种占卜牌阵，3张牌依次排开，分别象征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占卜师先是点头，接着嘴角上翘，露出微笑道：那请你再洗一次牌，明白自己想询问什么，才能洗出真正有象征意义的牌。你刚才是在耍我呀？要不要这么小气？不就是我一直强调免费吗？周明瑞脸庞的肌肉抽动了一下，深吸口气，拿回塔罗，重新洗牌切牌。这次没问题了吧？他把切好的纸牌放置于桌上。没有了。占卜师伸出手指，从顶端拿起一张牌，放在了周明瑞左手边，嗓音愈发的低哑。这张象征过去，这张象征现在。占卜师将第2张牌放到周明瑞正前方，他又拿起第3张牌置于周明瑞右手边。这张象征未来。好了，你想先看哪张牌？做完这一切，占卜师抬起脑袋，用灰蓝色的眼眸深深望向周明瑞。先看现在吧。周明瑞略作思考道。占卜师缓缓点头，将位于正前方的纸牌翻了过来。这张纸牌画着一位穿华丽衣物、戴绚烂头饰、肩上扛着手杖、杖头挂着行李、身后有小狗拉拽的年轻人，序号是0。愚者。占卜师轻声念出了这张牌，
灰蓝眼眸定定看着周明瑞。愚者，塔罗的0号牌，开始，包含所有可能的开始。周明瑞连塔罗初级爱好者都算不上，只能根据印象自我先做了一个粗浅的解读。就在占卜师即将开口时，帐篷的布门突然被掀开，强烈的阳光照了进来，刺得背对那里的周明瑞都本能眯起了眼睛。啊！你怎么又在假扮我？给人占卜是我的工作。一道女声愤怒低吼：“你快回去！你记住，你只是个驯兽师。”驯兽师？周明瑞适应了光线，看见门口是位同样戴尖帽、穿黑裙、涂红黄油彩的女子，只是个子更高，体型更瘦。他面前坐着的那位女子连忙站了起来，样样道：“不要介意，我只是喜欢这个。不得不说，有的时候我的占卜和解读都挺准的，真的。”他边说边提起裙摆，从侧面绕过桌子，快步离开了帐篷。这位先生，需要我帮你解读吗？真正的占卜师看向周明瑞，微笑问道。周明瑞动了动嘴角，诚恳反问：“免费吗？”不。真正的占卜师回答道：“那算了。”周明瑞将手掌插回口袋，按住左轮和指臂，弯腰穿出了帐篷。真是的，竟然找了个驯兽师做塔罗占卜。不想做占卜家的驯兽师，不是好小丑？周明瑞很快将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，在莴苣和肉类市场花7便士买了1磅不那么好的羔羊肉，又买了嫩豌豆、卷心菜、洋葱、土豆等物品，加上之前的面包，一共用了25铜便士，也就是2苏勒1便士。钱还真不进花呀，可怜的班森。周明瑞不仅没了带出门的2张纸币，还搭上了原本裤袋里的1枚便士。他随口这么感叹了一句，不再多想，急匆匆返回了家里。有了主食，就能进行转运仪式了。等到2楼租客们纷纷离开，周明瑞没急着进行仪式，而是先将福生玄黄仙尊等词语翻译成了古弗萨克文和鲁恩文，打算原本咒语如果没能起效，那就隔天换本地语言再试一次。毕竟得考虑2界不同、入乡随俗的问题。至于翻译成古代祈祷祭祀专用的赫密斯文，周明瑞因为词汇量不够，难以完成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才从纸袋里抽出4条黑麦面包，1根置于原本放煤炭炉子的角落，1根在穿衣镜的底部内侧，1根在橱柜顶部靠2面墙交汇的地方，1根在书桌右边堆放杂物之处。深吸口气，周明瑞来到房间中央，先平静了几分钟，接着才凝重迈步，逆时针走正方形。第一步迈出，他低声诵念道：“福生玄黄仙尊。”第二步，他诚恳默念：“福生玄黄天君。”第三步，周明瑞屏气凝息低语：“福生玄黄上帝。”第四步，他吐出浊气，用心默念道：“福生玄黄天尊。”走完归位，周明瑞闭上眼睛，原地等待着结果，心里有期待，有不安，有希冀，有惶恐。能回去吗？会有效果吗？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？眼前的黑暗染着光明带来的深红，周明瑞脑海里的念头纷纷涌涌，难以平息。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四周的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，变得粘稠而诡异。紧跟着，他的耳畔响起了时而细密，时而尖锐，时而虚幻，时而诱人，时而狂躁，时而疯癫的低语。明明听不懂这呢喃声在说些什么，周明瑞还是忍不住去倾听，去分辨。他的头再次疼痛，剧烈的像是插进了一根钢钎。周明瑞只觉得脑袋快要爆开，思绪都染上了迷幻的色彩。他知道不对，竭力想睁开眼睛，可却怎么都完成不了这个简单的动作。整个人愈发紧绷，随时都可能断掉。周明瑞莫名冒出了一个自嘲的念头：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他再也无法承受，脑海里那根弦即将崩断时，无数噪音嘈杂交叠的呢喃声退去了，周围变得非常安静，氛围颇为飘忽。不仅仅氛围，周明瑞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同样的飘忽。他再次尝试睁眼，这次非常轻松。弥漫的灰雾映入他的眼眸，朦胧模糊，无边无际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周明瑞愕然四望，继而低头，发现自己漂浮在一片无垠灰雾的边缘。灰雾如水流淌，点缀着一颗颗深红色的星辰，它们有的很大，有的渺小，有的藏于深处，有的浮在表面。看着这全息影像般的场景，周明瑞半是迷惑，半是探索地伸出右手，试图触摸右侧浮于表面的一颗深红星辰，寻找离开的办法。当他手指刚触及那颗星辰的表面，忽然有水纹从他身上涌出，激得深红爆发，像是一团梦幻的焰火。周明瑞吓了一跳，右手慌乱收回，不小心又碰到了另一颗深红。于是这星辰也跟着大放光明。于是周明瑞觉得脑袋发空，精神涣散。鲁恩王国首都贝克兰德皇后区一栋豪华的别墅内，奥黛丽·霍尔坐在梳妆台前，摩挲着桌上花纹古老、表面有裂的铜镜。魔镜，魔镜，快苏醒！我以霍尔家族之名，命令你苏醒！他换了一种又一种说辞，但镜子都毫无反应。过了10几分钟，他终于选择放弃，委屈抿嘴，小声嘟囔道：爸爸果然在欺骗我，每次都给我讲这面镜子是古代所罗门帝国黑皇帝的珍宝，是非凡物品。他话音未落，摆放于桌面的铜镜突然绽放深红光芒，一下将他笼罩。苏尼亚海上，一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3桅帆船正穿行于暴风雨里。奥尔杰·威尔逊站在甲板上，身体随着颠簸而起伏，轻松保持着平衡。他身穿绣有闪电花纹的长袍，手中托着一个造型古怪的玻璃瓶，里面时而翻滚气泡，时而霜聚成雪，时而有风刮出痕迹。还差鬼杀的血。阿尔杰低语道。就在这时，那玻璃瓶与他的手掌间有深红爆发，刹那便淹没了周围。一片灰白的迷雾之上，奥黛丽·霍尔恢复了视线，又惊恐又迷茫地左右打量起来，看见斜对面头部模糊、身影朦胧的男子也是差不多的动作。紧跟着，他们几乎同时发现，不远处还站着一位周身笼罩着灰白雾气的神秘人。神秘人周明瑞同样目瞪口呆。阁下，你想做什么？奥黛丽和阿尔杰先是一怔，
陷入沉默。旋即不约而同地开口：“